昨夜下了一场雨，清晨推开窗时，湿润的泥土气息便扑面而来。你有没有留意过，雨落在积水里，原本浑浊的水面会被雨滴打得越发浑浊，可雨停后的某一刻，它却会突然变得清澈见底。生活里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像那汪被不停搅动的水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当你试图解开一根打结的鞋带时，是越用力拉扯它就越松，还是停下手中的劲道，慢慢理清纹路，结才得以解开？这是一个很微小的动作，却藏着我们要聊的所有秘密。不少人觉得，在这个时代，若不加快脚步，就会被远远抛下。于是我们吃饭匆匆，走路匆匆，回复信息也匆匆，就连看一段风景，听一首歌，都习惯了用倍速播放。心里总有个声音在不停催促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结果就在前面。可我们真的抵达想要的终点了吗？还是说，在一味奔跑的过程中，我们早已把最初想去的目的地弄丢了？有一种感受很常见，或许你也曾经历过。早晨刚醒来，眼睛还没完全睁开，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似的，把今天要做的上百件事过了个遍，牙刷还在嘴里，手已经忙着回复昨晚没回的消息，水还没烧开，心已经开始焦虑，出门会不会堵车？那一刻，你的身体明明在厨房，心却早已飞到了充满未知与焦躁的未来。我们通常会把这种状态称作急性子，可若往深处探究，就会发现，这其实不是性格的问题，而是对当下的不信任。我们不相信此刻是安稳的，不相信事情会顺着它该有的节奏发展，所以才想靠快去掌控一切，仿佛只要我们跑得足够快，那些麻烦、恐惧，还有可能出现的意外，就追不上我们。但事实往往是，越想快点把水烧开的人，越觉得水壶在故意作对；越想快点把车开到目的地的人，越觉得每一个红绿灯都在刻意刁难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心里那股火急火燎的情绪涌上来时，你的世界其实变小了，眼里只能看到那个结果，周围的人、路边的树，甚至自己呼吸的节奏，都成了背景里的噪音。那时的你，就像在浓雾里奔跑的人，即便跑得再卖力，也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。古人常说，事缓则圆，这从不是让人偷懒的借口，而是一种深藏的生存智慧。试想一下，你手里端着一碗热汤，若是急着把它端到桌上，脚步会乱，手会抖，汤会洒出来，甚至可能烫伤自己。到最后，不仅没能更快喝到汤，反而要花更多时间清理地上的狼藉，处理被烫伤的皮肤。这时你会明白，慢不是拖延，而是为了稳必须拥有的节奏。若你愿意，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份急放在显微镜下看看，心里那个不断催促你的声音到底在说什么？它多半在说，现在的我还不够好，现在的处境还不够安全，我得赶紧拿到那个结果，拿到了才能安心。这背后是深深的匮乏感。急本质上是一种贪图还未到来的未来，贪图想象中完美的结果。可命运这东西逻辑很是奇妙，它像一只怕生的小猫，你越是张牙舞爪地想去抓它，把它按在怀里，它跑得越快，反倒当你安安静静坐下，专注于手里的书、杯子里的茶，不再紧紧盯着它时，它会悄悄走过来，蹭一蹭你的脚踝。其实改变急性子，从不是让你变成慢吞吞没效率的人，真正的缓是内心的定力，哪怕外界兵荒马乱，心里依然有一片平静的湖面。我曾见过一位修补古籍的老师傅，他手里的书纸张脆得像秋天的落叶，稍一用力就会碎掉，旁边的人看着都替他捏把汗。可他呢，呼吸深沉又缓慢，手上的动作轻得像在抚摸一阵风。若是他急了，想快点修好这页纸，那一瞬间的急躁就会毁掉这本流传几百年的古籍。
他曾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记了很久：书是有脾气的，得等他愿意被修了，你才能动手。这哪里是在修书，分明是在修心。所谓急事缓做，就是当巨大的压力或突发状况袭来时，你能不能先做一个停顿的动作？就像高速旋转的轮胎，若是突然急刹车，必然会失控侧翻。你要做的是点刹，让惯性慢慢消退。当坏消息传来，或是棘手的事发生，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热血上涌，想立刻做点什么去反击，去补救。这时请给自己3秒钟，哪怕只是深吸一口气，再慢慢吐出来。这3秒钟或许就是你命运的转折点。前1秒你还是被情绪掌控的奴隶，这1秒你重新拿回主动权，成了自己的主人。很多时候我们正因急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说出伤人的话，签下不该签的字，事后总会后悔，说当时太冲动了。而那份冲动，正是因为我们没给自己留出这3秒钟的空白。这3秒钟的空白被称作觉知。有了这份觉知，你就不会被急带着走，你会看清事情发生了，但我还好好的，天没塌，地没陷，我仍能安稳呼吸。只要心不乱，事情的脉络自然会慢慢清晰。这就像一池被搅浑的水，你越是伸手去按那些泥沙，水就越浑。你唯一能做的是把手收回来，静静坐在岸边等，给它一点时间，重力会发挥作用，泥沙会慢慢沉淀，水也会再度变得清澈。这期间你好像什么都没做，又好像做好了一切。我们再往深处想，为什么我们这么难放下急字？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着太高的期待，期待付出立刻有回报，期待发出去的信息立刻有回音，期待种下的种子明天就开花。这份高期待正是我们痛苦的根源。若你观察过大树的生长，会发现它是最不急的。春天发芽，夏天枝繁叶茂，秋天落叶，冬天蛰伏。它从不会因为想快点长高，就在冬天里强行抽枝发芽。它清楚地知道，时候未到，急也没用。是啊，时候未到，再急也无济于事。时候到了，想挡也挡不住。这是对天地秩序的深深敬畏。我们要改掉急性子，其实就是要学会把自己的小钟表调得和大自然的大钟表同步。当你不再执着于必须在某个时间达到某个目标时，会发现生活突然变得宽阔了。这不是让你放弃努力，而是让你放下对结果的强求。春天里，你只管好好耕地、播种、浇水，至于秋天能结出多少果实，那是老天爷的事，不必过多操心。一旦分清了你的事和老天的事，你的心会一下子变轻，那个沉重到压得你喘不过气的包袱就这样落了地。试着回想一下，你人生中那些真正美好的时刻，哪一个是急出来的？是某次无目的的散步中偶然撞见的晚霞，是和朋友闲聊时突然相视一笑的默契，还是某个安静的午后读一本好书时陷入的心流？这些时刻都是因为你的心慢了下来，空了出来，美好才得以流进去。一个装满急切的杯子是盛不下任何福气的，因为里面早已被焦躁、担忧和恐惧填满。只有把这些倒掉，把心腾空，新的运气、智慧和可能才有地方落脚。所以说，改变急性子就是在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话一点都不夸张。当你的性子慢下来，眼神会变得柔和，语言会变得温厚，气场也会变得安稳。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更愿意靠近你了，棘手的事情到了手里，好像也变得顺利了。这不是玄学，是磁场的力量。一个安稳的人就像定海神针，不管周围风浪多大，只要他在，那个场域就是稳的。
而一个急躁的人，就像不定时炸弹，走到哪里就把紧张和焦虑带到哪里。你想成为哪一种人，又想活在怎样的命运里？是在无尽的追赶中精疲力竭，还是在从容的行走中看遍一路的花开花落？其实修行从不在深山古刹，而在你处理每一件琐事的态度里。下次排队等候时，若感到心烦，试着感受脚掌踩在地上的坚实，那是大地在托举着你，它不急，你也不必急。下次因别人拖延想发火时，试着看看窗外的云，云在天上飘，从不赶路，却从来不会迟到。下次觉得前途茫茫，不知所措时，告诉自己慢慢来，反而会更快。就像走夜路，你不需要一眼看到终点，只需看清脚下这一步。走好这一步，下一步自然会亮起来。这是对生命深深的信赖。当你开始这样生活，会发现身体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肩膀不再总是紧绷着，眉头不再总是锁着，呼吸也变得深长。那些曾经让你暴跳如雷的小事，如今看来不过像灰尘般轻微，轻轻一吹就散了。你会开始享受过程本身，洗碗时感受水流过指尖的温度，走路时感受风吹过脸颊的触感。你不再活在还没到来的未来，而是真正活在了此时此刻。这正是一期一会，每一个瞬间都是此生仅有一次的相遇。若是急着赶路，你就会错过这一生独有的风景。我们在人世间走一遭，不是为了赶路，而是为了感受路。若把生命比作一条河流，急性子的人总想着冲过峡谷，奔向大海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激起无数浪花，却把自己弄得浑浊不堪。而懂得缓行的人，愿意在平原上蜿蜒，在深潭里回旋，愿意用自己滋养沿途的草木。最后他们都流向了大海。可那条愿意慢下来的河，曾照见过月亮，倒映过飞鸟，它真正懂得温柔的力量。愿你能在这喧嚣的世间，修得一颗从容的心。不必急，最好的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。就像此刻，风刚停，尘埃刚落，一切都刚刚好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